为什么肖战的选片眼光在内娱几乎没有对手？很多人只看到肖战的人气和热度，却很少真正注意到他的选片眼光在内娱年轻演员里其实是顶级的。从出道至今，他接下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是随便选择，而是清晰的在为自己的演员之路铺路。不是一味挑流量最大的，不是一味挑最无一爆的，而是挑有层次、有突破、能留下作品的角色。最早的《陈情令》魏无羡让他一夜之间被全国观众认识，但他没有停留在古偶舒适区。之后他选择了《斗罗大陆唐三》，是热血成长型男主，彻底走出另一种路线。《王牌部队顾一野》是正剧军旅角色，让他被主流市场看见。梦中的那片海萧春生打通年代剧赛道，让他收获全年龄段国民度。玉骨遥石隐是清冷仙气的仙侠，又一次拓宽戏路。藏海传让他彻底站稳实力派，口碑全面逆转。德贤景致更是让他在 B 站影评圈收获超高口碑，成为演技被专业观众认可的重要证明。到如今的时日中烟旗下，直接挑战高智商、人性复杂的无限流男主。你会发现一条很清晰的路线：古偶、现偶、军旅正剧、年代剧、仙侠、权谋正剧、电影实力派、国际化大 IP， 每一步都踩在关键节点上，每一步都在升级，没有回头路，没有消耗自己。更难得的是，他选的不只是戏，更是角色。魏无羡的桀骜与破碎，顾一野的坚定与成长，萧春生的热忱与担当，石隐的克制与深情，藏海的隐忍与智慧，德贤的细腻层次与演技突破，再到旗下的冷静与智商在线，每个角色都截然不同，没有重复，没有套路，每一个都能被观众长久记住。在内娱很多人还在重复同类角色消耗流量的时候，肖战已经在默默用作品搭建自己的演员壁垒。他不赚快钱，不接烂剧，不随便消耗口碑，每一部戏都在为未来打底。好的演员会用角色说话，而顶级的演员会用选择说话。肖战的厉害不只是他能演好，更在于他知道自己该演什么，该走哪条路。这份清醒、克制和长远眼光，才是他在内娱真正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。为什么一部剧还没开机，演员就要先签下3季的合约？投资方在演员还没进组的时候，就把2个多亿砸到了桌上，整个行业都在盯着时日中烟看，它到底是成还是败。今天呢，咱们不聊剧情，不聊颜值，聊一下时日中烟这场内娱罕见的工业级豪赌到底是怎么玩的。说它是豪赌一点都不夸张，这不是一部普通的剧，而是把顶流口碑、数亿资金、团队100天的心血全压上，没有退路的极限冲刺。今天呢，就从4个维度拆解一下这场赌局到底有多大。首先呢，就是第一个赌，资金集中的投入，风险前所未有。咱们先说说普通电视剧是怎么玩的。你想想，大部分的剧集都是一季一季来，第1季播好了再拍第2季，风险可控，万一扑街了，及时止损就完事了，不至于赔个底朝天。但时日中烟偏偏采用3季连拍的模式，这个决定背后的意义可太大了。这意味着投资方必须一次性掏出数亿元，而不是分批投入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笔钱的特效预算占了很大一部分。要知道，悬疑无限流这种题材，特效是做不得假的，要还原原著里那些诡谲宏大的场面，每一帧都在烧钱。如果首季反响不佳，后续2季就会面临巨额亏损，而且是那种只能硬着头皮做完的亏损。制片方敢这么干，完全是因为他们对这个 IP 以及市场号召力有着绝对的信心。但信心归信心啊，真金白银砸下去的那一刻，压力就实打实的落到了每一个决策者的头上。这份魄力在如今求稳怕输的影视圈里真的不多见，因为大多数人想的是怎么分散风险，而不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。第2个赌就是演员的合约豪赌，这场赌局里最吸引眼球的还得是核心男主肖战。大家注意一个时间线啊，他上一部戏《小城疗方》2月20号刚杀青，仅仅过了41天，4月2日就抵达青岛进组时日中烟。这种无缝衔接的高强度工作，可见他对角色的重视。而且不只是他，配角阵容魏大勋、胡先煦等实力派演员也都签订了3季合约。小子，下期骗人仔，我钱。杨哥哥，杨哥，谢谢啊。3季连拍的模式下，整个拍摄周期仅约100天，演员不必分3年进组，而是一口气拍完3季的内容。但反过来想一想，一口气拍完3季的量，对演员的消耗是巨大的。
100天要完成普通剧组可能分散在几年里完成的工作量，这对演员的状态、情绪、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。如果这部剧的口碑崩了，所有主创的口碑都会跟着受影响，这赌上的可是所有人的事业口碑。演员们愿意签下3季的合约，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，他们信剧本、信导演，更信自己在这个故事里能演出来的价值。第3个赌，制作模式的颠覆性尝试。为了匹配这种长期规划的野心，剧组在拍摄上全面对标电影工业标准，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拍摄，搭建了虚拟影棚，致力于高度还原原著中诡谲又宏大的场景，实现实景级别的沉浸感。什么是虚拟影棚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用巨大的 LED 屏幕环绕拍摄现场，实时渲染出逼真的虚拟场景，演员呢不用对着绿幕凭空想象，而是真正置身于画面之中。这种技术在好莱坞已经比较成熟，但在国内的剧集制作里，能用上虚拟影棚的屈指可数，能把它用好用到极致的就更少了。而且这种重工业布局在国内的剧集市场是非常罕见的，一般的剧哪有这个预算和魄力？但时日中烟不一样啊，它的野心是用电影的标准做一部剧，而且是做一部横跨3季的长篇剧。更惊人的是，这么大的体量，他们计划用100天左右拍完，这个效率要求之高，对团队工业化调度能力是极限考验。当然啊，如果特效和叙事有一环拉垮，高投入就会沦为昂贵的笑话。这不只是砸钱，更是考验短周期内高效产出的真功夫。第4个赌就是题材和审查，也是最不可控的一个。时日中烟的原著是中式无限流悬疑题材，在番茄小说上超100万人打出9.9分，是当之无愧的现象级 IP。原著320多万字，1496章，故事体量极其庞大。这个题材本身受众极广，烧脑的情节、复杂的设定、深刻的人性讨论，都是它的魅力所在。但问题来了，越是这种高密度的烧脑剧情，改编成剧的难度就越大。再加上3季连拍，意味着内容需要提前送审，审查适配的难度直接翻倍。如何在保留核心精髓的同时不触碰红线，考验的是编剧和导演的真功夫。这一步要是走不稳，前面所有的投入都可能白费。而且你们别忘了，原著粉丝的群体非常庞大，他们的期待值极高，改编不到位，原著粉不买账，审查过不了，路人和观众看不到，两头都要兼顾，这个平衡木走的比什么都难。所以你发现没有，时日中烟这场豪赌绝不是单纯的烧钱游戏，他赌的是内容为王的时代真正到来，赌的是顶级 IP 值得用电影级标准去打磨，赌的是观众愿意为一部精心制作的长线故事买单。如果他赌赢了，3季连拍集中制作的高效模式可能成为国产剧工业化的新标杆。以后大家再想做一个长线 IP， 就有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成功样本，不用拉长战线，不用反复进组，集中100天搞定3季内容，既保证了演员的表演连贯性，又大幅的降低了时间成本。当然啊，如果赌输了，他也会给整个行业留下一本昂贵的反面教材，告诉后来者哪些坑不能踩。但无论输赢，有一件事儿是可以肯定的，敢在浮躁的市场里沉下心来做一部真正的重工业剧，敢用100天的高强度拍摄去搏一个行业新模式，这份勇气本身就值得被看见。在这个短平快盛行的时代，还有人愿意用最笨的办法做最难的尝试，这件事本身就很珍贵。这部内娱最敢赌的剧，你期待吗？你觉得它最后能成还是会输呢？在这里。